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节目一开始，我们欢迎来宾陈立伟、孙大千孙委员。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任举正老师。思敏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持续的关心到中东的战事，因为现在看起来是即将要开打的前夕了吗？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军事武器是已经全部逐渐的投入到这个在中东附近的战场了吗？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尤其现在要看到的是中国大陆强势的它的强援抵达了伊朗，以色列只是慌张急求川普来突袭开战，24架的 F-15E 已经急奔中东了。中美军武巅峰对决，难道真的要开打了吗？今天会一起做解读。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帮我们来特别看，包括了现在特别提到了 LexX 上面的这个报道，上面写说呢，16架的中国军机已经急奔德黑兰了，包括红旗9B 疑似也到位了。这个到底是军事援助，还是等于是中国大陆？难道会真的默默的下场吗？难道中东会出现第3股势力吗？美国在这个情况之下，还能当作是没有看到吗？第二件事情是，伊朗在最近几天高调的放话说，他们已经成功试射了洲际弹道飞弹，而且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这是真的吗？还是一种心理战呢？美以会不会因为这句话而被迫提前动手呢？美以还在等什么？最后来关心到的是，以色列也放话，他宁可承受来自于伊朗的700枚飞弹，也要推翻伊朗政权。这一种极限的挑战，会不会迫使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也介入在中东战事当中？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分析。中东现在火药味一触即发，伊朗难道真的不再被孤立，有了中国大陆甚至俄罗斯的帮忙吗？正在悄悄的接收中国的军火吗？这是来自于 X 博主 War 上面特别做了一个爆料，说伊朗近期收到了大陆制红旗9B 的防空飞弹系统，并且在过去56小时内，至少16架中国军用运输机已经直奔德黑兰了。另外一方面，伊朗则是再次的对外宣告，成功试射了洲际弹道飞弹，射程甚至他说直指美国的本土。这样子的一个测试，虽然还没有获得外界的一个证实，但已经让国际社会非常的紧张了。而美以在另外一方面，则是全力的在加强部署。我们先来看到说，谈了好久的这个林肯号，现在已经正式通过马六甲海峡，几天之内就会正式抵达中东海域了。外界预估说，一旦美国的航母正式到达，那么就是开战的倒数前夕了吗？再来就是看到 F-15E 的战机也逐渐到位了，从英国基地紧急空运至中东，数量预估会高达24架。再来看到的是4架的 C-17A 的战略运输机已经抵达了约旦的军事基地，甚至是包括了我们看到 KC-130大力神已经落地在以色列了，疑似就是要运送军备的支援，美国要来特别援助以色列。而此刻我们来看到以色列的防长特别参谋长特别出来放话，他说已经为突袭战争做好准备了，只要能够推翻伊朗的政权，我们以色列即便承受来自于伊朗的700枚导弹袭击，我们都在所不惜。而伊朗的军事专家预估，美国跟以色列正在接下来筹划对伊朗发动的是混合战争。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中国大陆的角色，难道真的会介入在这场战争当中吗？是否将中东推向新冷战？美国接下来会怎么做？而伊朗宣示它的洲际弹道飞弹已经可以覆盖住整个美国的本土了，这是战略吓阻还是一个心理战？委员怎么看？对，我想在伊朗的这个情势的变化当中看到这个来自于北京政府的一些操作，其实不难可以理解到。我觉得中国大陆也好，俄罗斯也好，他们已经看懂了川普在全球下的这盘大棋，真正的目标就是剑指中俄嘛。所以其实我们熟悉中国历史就知道说，当年战国时期，秦国那个时候要一统6国，他采取什么策略？他就采取远交近攻啊。就是对于我没有办法处理的，对于力量过于强大的，我就对他示好，跟他交朋友。然后呢，我麻痹他，我让他在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剪除他旁边的羽翼，然后我把我周边能够攻下来的我都攻了。那等我把我自己的这个力量巩固好之后，我再挥军向这个原本我的朋友，我就来开始面对他们了。所以你看到川普在处理委内瑞拉、处理伊朗、处理这个格陵兰，川普几乎没有毫不讳言的在讲的。
目标几乎都是剑指中国跟俄罗斯嘛。特别是像格陵兰，他不断的强调，他要拿下格陵兰，就是因为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在这个北冰洋的航道已经部署了太多的这个装备在那里了，他们必须要遏制中俄哦。然后他拿下委内瑞拉的时候，他讲了什么？他说美国加上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占了全世界的55%了。大家想想哦，如果再让他拿下伊朗的话，他所掌握的这个全球原油产量绝对超过70%。那在那个情况之下，你说中国大陆当然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啊。委内瑞拉的油大量都是输往中国大陆，伊朗的亦复如此。那你更不要讲说伊朗所处的地理位置，不管是空中航线或者是这个地面的这个地缘政治的位置，它其实都是站在非常重要的战略枢纽。一旦伊朗失去了，中国大陆的中欧班列马上就会受到冲击。那么所有的相关的航班，美国现在飞中东的机票为什么这么贵？就是因为美国的飞机不能够飞越伊朗的这个上空，不能够飞越伊朗的领空。但是如果这个情势改变了呢，变成美国掌握了伊朗呢，那接下来对中俄来说，他们所失去的远远超过于委内瑞拉可以造成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北京也好，或者是这个俄罗斯采取更大的动作，其实也并不令人意外了。那你说美国这个时候要不要动手？美国早就动手啦。我们不要讲别的，就是在过去这段时间，所有的伊朗的抗争行为都是 CIA 干的。就是我2020年在帮韩国瑜打总统大选的时候，香港莫名其妙就来一个反送中了，等到蔡英文当选了就不反送中了。所以呢，香港最近的审判都已经出炉了，这个背后这个引发骚动的是谁？就是 CIA 啊，还有谁？所以今天美国跟摩萨德把他所有在伊朗潜伏的人马，通通都投入了这场所谓的这个骚动里。但是在这个骚动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说这个骚动没有推翻伊朗政府，因为这个骚动的群众他们缺乏一个核心的精神领袖。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件事哦，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各种报道说伊朗断网，可是呢，星链却成功的突破了伊朗的断网。各位，星链到了它上空，不是说你打开手机就可以连上星链的。星链在地面上要有接收站，要有发射器啊，那不是一台的问题，那是几千台。那几千台什么时候运进去的？就如果今天没有地面的这些接收跟发射器，就算星链的卫星全部集结在伊朗上空，打开手机什么都收不到的。那这么长时间的部署哦，你说不是 CIA 不是摩萨德，谁做得到？所以美国早就动手了，只是说他不敢打地面战而已嘛。今天以色列虽然讲狠话，他说我承受你700枚导弹在所不惜，对，我打了你700枚，可是你还是没有办法入侵我的国土啊，因为你离我有距离，而且我国土这么大，你要占领我整个伊朗吗？你要怎么占领？这现在也是美国的难题啊。他就算来了 F-15的这个战斗机，他就算运了再多的这个相关的装备，他就算林肯号到了那里，他还是要地面部队，因为那是伊朗，那不是一个这么简单的国家。你美国打伊拉克，美国打土耳这个阿富汗，要不要地面部队？要啊，他要大量的投入地面部队。所以对美国来讲，我觉得他现在最大的两难就是，他究竟能不能够在损失最小、付出最小的情况之下达成这个任务？那么我认为美国在评估当中，所以这个时刻中国大陆采取更大的动作，我觉得是有助于牵制住美国，让美国要重新思考。那你说至于说伊朗有没有洲际弹道飞弹我觉得也不无可能啦，因为其实对中国大陆跟俄罗斯来讲，你要帮助伊朗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有洲际弹道飞弹，不管是你给他，或者是你帮助他研发。因为只要他有了，他跟美国就是要做保证相互毁灭。那么美国就要想一想了，就我如果真的要发动战争，或者我让以色列发动战争，我的国土会不会受到你洲际弹道飞弹的攻击？这就是美国要考虑付出的代价了。好，这一场可能即将要引爆的战争，现在看起来也涉及到了中国大陆跟美国，还有俄罗斯等等各个国家的武器的一个对决。那刚刚委员帮我们提到了，现在美国在伊朗这边还是缺乏地面部队，不过现在眼前有包括林肯号逐渐要到位，然后再加上战机等等，有了包括伊朗的方面，他现在拿到的是中国制的红旗9B 等等，还有它的运输机现在运一些武器，真的能够有效的阻挡来自于美以的攻击吗？干哥有怎么看？好，我特别注意到，就是说，中国军用机军用的运输机有16架紧急飞往德黑兰。这句话我特别有兴趣，为什么？你知道，有16架军用运输机，我可以告诉各位，那叫做战略运输机，不是那种我们常常我们自己看到的那种，4个螺旋桨这样巴拉巴拉巴拉那个飞不到的。为什么？它需要空中加油。所以从最简单、最接近的基地
比如说从西安或者是从那个国内啊，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湖北的基地直接飞到德黑兰的话，那一定要大型长程战略运输机，那就是运20，一次出动16架，很多。因为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中国大概目前有30架运20成军，一次飞那么多去，带的是什么东西？带的就是红旗9。大家可能对红旗9听过很多次，不太了解它。我可以告诉各位，红旗9就是类似俄罗斯的 S400，本来是 S300，但它的提升它的性能已经到了 S400了。有个国家在美国多少次警告的情况之下，他最后还是买了红旗9。为什么？因为他认为红旗9真的好用，它叫做埃及，好不好？结果埃及用了以后，真的说很好用。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在去年的12日战争之中，就验证给你看红旗9B 到底它的性能如何。听说他把俄罗斯的 S400的防空飞弹给击落了。就是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防空飞弹击落防空飞弹，天下有这种奇怪的事情。也就是说，告诉你，红旗9B 的性能，它本来是仿 S300而来的，而达到跟 S400有相同的功能。结果我竟然可以拦截印度的、巴基斯坦的那个红旗9B，拦截了印度的 S400系统。现在大家就可以想象到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就是说，我现在已经青出于蓝了。所以说，在那个战争之中，不仅仅是巴基斯坦的枭龙或者是歼10打下了印度的标风战机，连防空飞弹都已经胜于印度一筹，而印度的那个原来的系统是俄罗斯的系统，所以红旗9B 不是只有这么简单而已。这样你就比较了解到底它是什么样的系统。红旗9B 现在是部署在中华神盾上面最重要的系统。也就是说，海军大家所听过的055大驱或052D 中华神盾，他们主要的防空系统就是海红旗9，跟陆上的红旗9B 是同一个体系出来的。也就是现在中国的主力防空飞弹、区域防空飞弹，射高30公里，射程300公里，然后它可以应付饱和的电子干扰环境。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飞弹用16架运20，赶快运到德黑兰去，这个意义非常重大，就是我赶快援助你。为什么？因为你原先用的 S300或是 S400俄罗斯系统，可能没有办法应付新的威胁。什么叫做新的威胁？新的威胁叫做 F-15E。美国的 F-15E 是出了名的炸弹卡车。这个飞机一飞过去，身上带24颗炸弹。它飞到德黑兰去的话，它一架就丢24颗。这24颗可不是小炸弹，每一枚都是500磅的炸弹。一丢到德黑兰的头上的话，那你头就痛了。如果这次派了24架去，2个中队，这种炸弹卡车，它也不是自己就飞过去的，它也会面对很多德黑兰的防空系统，它也有电子压制的。所以这次它如果去的话，会不会被红旗9B 打下来？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特别现在接下来要关注的重点。不过我们可以理解到，不管是 F-15E 炸弹卡车，或是 F-35隐形战机，都会被防空飞弹打下来。只是远近以及多跟少而已。只要你第一次进去我拦不到，第二次你一定会被我拦到。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战争的一种艺术，就是说我们都是处于在时代尖端的系统。如果今天中国已经紧急运送了红旗9B 到德黑兰去，那现在 F-15E 真的跑进来要空袭德黑兰的时候，红旗9B 抓得到抓不到？刚开始也许抓不到，但你来第二次，我一定抓得到，就像巴基斯坦抓得到印度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大概简单讲到这边，就是说，如果那个美国跟以色列要联合进行空袭行动的话，碰到中国的红旗9B，可能要特别小心一点了。好，现在不管是美国的或者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武器，都已经急忙的送到了伊朗这边去。那另外一方面，以色列他也直接喊话，这是他的参谋长，国防参谋长直接说，宁愿承受700枚导弹袭击，也要推翻伊朗政权。中俄在这个时候会介入吗？苑老师怎么看？
我们一般人呢，对于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抵御能力啊，就是说有一种顾虑，就是说以色列在前一阵子，就是2025年6月份的时候，挨了伊朗的导弹啊，非常多，上百颗的导弹以后呢，觉得大家都看到那个惊心，就是触目惊心的那些画面了哈，就觉得以色列这里被炸那里被炸哈。但是实际上的话呢，我告诉大家，就是说以色列本身呢，现在是基于3个理由啊，它是对于这个伊朗的话呢是非要动手不可，所以他的参谋总长扎米尔啊，他的表现的态度非常强悍，而且以色列从以色列已经打了2年多了哈，这个以色列现在没有停的意思，就想要毕其功于一啊，要把伊朗收拾掉。有3个理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伊朗本身来讲的话呢，就是以色列会攻打伊朗的主要理由就是以色列注意到伊朗的核能的提炼的整个过程并没有被川普摧毁掉。这是大家现在都已经知道的事情，而且以色列的话呢，非常非常担心伊朗拥有核武器。一旦伊朗拥有核武器，再加上飞弹、导弹的话呢，它一定会对以色列发射。这以色列这样认为啊，实际上的话呢，也可能是对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伊朗的带头呢打代理人战争呢，那个叫抵抗之湖啊。那么现在的话呢，整个基本上只剩下伊朗了。啊，其他的话呢，从哈马斯开始到这个也门的胡塞武装啊，到这个叙利亚呀，到什么所有原来支持伊朗或是说伊朗拿钱在支持的代理人战争的话，现在都被以色列打垮。所以以色列现在就是说要把伊朗的借这个机会呢，就把它真正的打垮一下啊。所以说那个第3点原因的话呢，就是以色列认为是机会难能可待。这个机会的话呢是2方面，一个是川普在当总统，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伊朗前一阵子的话呢闹得很厉害，伊朗闹的原因啊，除了颜色革命的因素以外呢，还有一个是通货膨胀的问题。现在的话，1个美元可以换到伊朗的钱了140万呢，140万。所以伊朗人的生活当中的话呢，普遍来讲是不满意的。不满意呢，那以色列呢，前一阵子呢，突然表现得出奇安静。就是基本上是在搞内部的这种联络啦，啊，那个摩萨德就开始动作。所以说这3个原因合起来的话呢，对以色列来讲的话呢，只要我能够抗得住第1波、第2波的导弹攻击的话呢，能够借这个机会让伊朗什么呢？不一定要让它消灭，也不一定要占领它，就要让它乱，3个乱啊，所以说它就够了，以色列就够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东的战争是一触即发的。好，谢谢苑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